刚刚范甜甜离题讲一下她现在红了、身价变高了的事情，我就顺着这个讲一下啊，就是演艺圈呢，不是谁红谁身价高，是谁力挽狂澜谁身价高啊。康熙为什么那么好看啊？就是康熙一沉闷的时候，小 S 就力挽狂澜，那就像一场沉闷的足球赛，有一个人踢进1分，全场的观众呢为之欢呼陶醉的同时，他就在乎那进球的一刹那而已。所以足球踢了那么长的时间，观众在记你怎么运球、怎么挡人吗？没有，观众记的就是进球的那一瞬间。林心如演戏也是一样，就是她让观众刹那之间泪崩的那一刹，那个就是立功的时刻。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谁会记得那些在清朝的宫里面走进走出的那么多的人？你还是会看那几个打动你的角色，因为他们射门得分了，他们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就哭。所以林心如赚到了很多人的热泪，小 S 赚到了很多人的笑声，范甜甜你自己赚到了大家的欢呼，那就是你们力挽狂澜的时刻。我们有钱的大老板们不花钱在你们身上，花钱在谁身上？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双方都非常的理想化，一边在讲要靠制度，一边在讲是 family 啊，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对于每个人生活的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生活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实现你自己。你很弱，就实现那个很弱的你自己；你很强，就实现很强的你自己。人只有在实现了自己，才会感觉到快乐，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赚多少钱，你创多少公司，那都不值得你实现你自己。如果你很会种花，把花种好了，你就实现了你自己，你就会感到满足跟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当别人能力很差的时候，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力挽狂澜，在我想象中，既不是那个制度要求你们要分工合作，或者是这边说客户会满意或者是不满意，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实现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把2只手插起来说，老子就是不帮你的忙？你耽误的是谁？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你有几次机会可以把手这样踹起来说，老子不帮你忙？你每年12个月踹12次手，你这1年就过去了，你要到哪一年才实现你自己啊？所以你有能力，你就要发挥出来。你何必为了别人是笨蛋还是弱者，你就不发挥你自己？这没有道理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哦，那你有能力力挽狂澜，你当然展现你自己。那些没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怎么办？那些就是求你的人啦。世界上就这么2种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说，当别人求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出手？我是绝对出手的，我干嘛不出手？我不是为了可怜他或怜悯他，我是为了实现我自己。我是想知道我自己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你认为我每次在这边讲话是为了要让我的队伍赢吗？我在这边讲话是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呀，我是要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听进去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算我讲了什么话，让分数变得比较高一点，那真的不重要。就是你力挽什么狂澜？你在你这边餐厅里面，像如今讲的，他培养了什么美德？就是别人不做事的时候，他做事啊。你认为那个勤劳的美德没有种在颜如晶的身上，让他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吗？我觉得有。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次力挽狂澜，最后是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棒的人。心如刚刚讲得很客气，说同一个笨蛋新人不会跟他每一出戏都撞上。如果撞了3次，心如总会开口说：“我们下次不要再请那个人跟我一起演戏了吧？”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当林心如说“我们不要再找那个笨蛋跟我一起演戏”的时候，还会跑出另外一个新的笨蛋来的。所以林心如还是得力挽狂澜，她还是得在这出戏很沉闷的时候表演一个特别棒的一场戏，让观众为之落泪。然后康熙要做10几年的节目，我们哪一集不会遇到一点状况？我们怎么会不需要小 S 力挽狂澜，让大家笑出声，觉得这一集是值得欢笑的一集？所以力挽狂澜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那个求你帮助的笨蛋。谢谢。说得好。其实啊，换个角度去想，对一个人总是力挽狂澜的帮助，从受助人的角度来说呢，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份关爱，但可能带来的是一份伤害。举个例子，2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同事，他的教学能力呢不是特别好，而我作为我们的教研组长啊，我觉得我们团队一定要拿第1，所以我总是想要力挽狂澜，不断的帮他，不断的帮他。
帮了6个月，还是没有起色。他快想要放弃了，但我还是对他说啊，一定要坚持努力。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坚持不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失败，就是半途而废。你不能放弃。我一直是灌鸡汤的嘛。但过了3个月之后，还是没有起色。最后我们很伤痛的让他离开了，大家都觉得哎，好难受啊那时。但是过了不到6个月呀，这姐妹儿在全世界最优秀的投资公司做了一个职位。而过了2年到现在，他的工资呢已经是当时教学的5可能10倍以上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呀，他这个人特别适合1对1的沟通，逻辑非常清晰，但他不适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想，如果当时2年前的我还是坚持一直的力挽狂澜，不断的帮助他，那是否给他套上了一个枷锁，而没让他实现他现在的人生呢？很多时候，一个蠢材只是放错了位置的天才。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再的一往狂澜一定是对那个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是限制了他的自由。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力挽狂澜可能让他丧失了奋斗的欲望，甚至是机会。拿我自己来举例吧，我必须得承认，在奇葩说这个舞台里面，我的辩论能力确实有限。我就是属于那个老是掉链子的人，但如果每一次我一说话狂跳票，甜甜姐就上来立刻力挽狂澜，帮我把票全部拉回来，看似是好事，但是呢，一来我会对她产生依赖，二来我会认为团队的胜利就是我自己能力的进步，这是一种幻觉。现在是好事，等到将来如果我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的风险，那我就是最大的悲哀了。但好消息是，每一次狂跳票的时候，甜甜姐从来没有力挽狂澜，而总是倒带，放心用倒带。而且不仅没有力挽狂澜，还把我骂得稀巴烂。但是啊，我知道甜甜姐这不是一份小爱，而是一份大爱，这是母爱。母爱。你刚才对他的依赖就是恋母情节，你知道吗？但是啊，2天前的时候的晚上，在录完节目以后，甜甜姐把我叫到了酒店的楼间里。啊，没，在这个楼道里面啊，对我说，艾丽，你每次被我这么说，心里面会不会委屈？但你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说你，就是一句话。恨铁不成钢啊！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真特别温暖，而且我从头到尾啊，从来都没有记恨过甜甜姐，因为如果说她真的每一次都帮我打掩护，那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我的问题真正在哪里。我想进步，我是个弱者，但你每一次都力挽狂澜，那我永远要弱下去，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强者，我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各位，当你想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甚至每一次都力挽狂澜救助那个人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爱可能是一份伤害，不要温柔地杀死他。非常感谢，谢谢。林心如小姐，鉴于你是一个这么没有主意的人，我决定每一次有选手发言完了以后，都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现在选哪边啊？利还是不利啊？是有打动到我，对我一直特别不坚定。对啊，因为我觉得或许如果我们一直帮他的话，反而是断了他以后会走更好的那条路。对，不如就给他3次机会。对，否则就不利了。哦，所以你选择不利了。不利吧？好，你别着急啊，听听这边说是吧？这是艾丽有史以来拉到票最多的一次。哦。艾丽，你今天晚上的名字可以叫给力。啊。好，那别着急，我们看一看啊，对方立的是谁？我。好，吴天宇。刚刚艾丽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偏题了。什么意思？他想说，如果我们帮他力挽狂澜的话，我们可能会阻碍他发现他最擅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而可能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亲爱的，这个时候不是力挽狂澜出了问题，是你挽错了方向，懂吗？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你的同事、你的朋友，
他明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因为他做的他不擅长的事情，所以他深陷泥淖。这个时候，你的力挽狂澜的方式是什么？是来，亲爱的，我帮你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你赶紧走，这里不适合你，这才是最适合你的力挽狂澜的方式。所以艾丽老实说，甜甜姐对你的力挽狂澜，不是在场上帮你女娲补天填你那个天坑，而是告诉你说，你这件事情确实做得不够好，你要不要再深思熟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走下去？这才是力挽狂澜最大的作用。作为一个斤斤计较的贱人，我要跟大家算一笔账。就是同事不给力的时候，我们帮和不帮，它的利弊都在哪里？老实说，如果不帮的话，其实弊处很简单，就是你会陪他一起死嘛。怎么说？同事为什么要叫同事？因为大家做的同一件事。你老板给你发任务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在乎你们俩到底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他关心的是这件事情你们俩最后有没有做好。而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同事来找你说这件事我搞不定，你帮我搞一下。然后我高冷拒绝他，我说亲爱的，自己事情自己做，我管你去死。那我同事能怎么办？他只能硬干咯。可是硬干他又干不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个烂摊子会越搞越大，到最后收拾的人是谁？不要以为会有别人，还是我。到最后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好，不管你是去跟客户赔礼、赔罪，还是赔，老实说都肯定会拉上我一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赔一定会拉上你？想得美。他肯定会想拉，但是我不一定会去，然后客户也不一定会要。OK， 所以这是不帮的坏处很简单，就在于你会陪他一起死。那帮的理由更简单，我们在工作，大家都有长处和短处。今天你帮他做一件他不擅长的事情，改天轮到你碰到什么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来帮你。这就是这么简单的利弊分析，好像是太过简单点，还有很多时间。那我给大家灌个鸡汤。说鸡汤就要有故事，于是乎我要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有2个人在一个工地上面施工，一个人看起来愁眉苦脸的，问他你在干嘛？他说老板让我在这里挖个洞。另一个人喜笑颜开，问他在干嘛？他说我要造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教堂。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开心。2个人在同一个工地上面，为什么做的事情会不一样？很简单，就是这对待工作的心态不同。如果我们认为工作只是听老板的话，做好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饭碗、一个赚钱的事情的话，老实说，你可以不帮，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我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它是建一个教堂，它是一份事业，那这个时候工作就变成了理想。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今天国父孙中山会不会说，我们革命队伍中出了一个猪队友，好，那我们散了，我们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太可能会这样嘛？事业和你工作的区别就在于此。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要帮同事，为什么？因为我在乎的不是同事，是要做好这件事。阻拦我和理想之间的，不管是猪队友也好，还是对手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想要突破，而不是刻意的去划清界限。谢谢。谢谢吉吉。好，3个简单的问题哈。第一个，你刚才说帮同事改一下不要紧，我也认为改一下不要紧。请问改一下和改很多下有没有区别？如果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多少次我都要改，因为我都要做好它。好，没问题。你刚才又说了哈，就是革命事业带着猪队友也没关系。可是革命事业难道不应该尽早的做出切割，这样子你的效率才更高吗？对，但问题是，那猪队友闯完祸，你要不要帮？切不切割和帮不帮不是同一件事，我可以帮他力挽狂澜，再把他踢出去啊。哦，对，力挽狂澜1次之后踢了出去，请问这叫做总是力挽狂澜吗？但问题是，今天我不是，那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同事总是需要你力挽狂澜，2种情况：第一，他总是在做他不擅长的事情，那很简单，我在他不擅长的事情上面帮了他，他在我不擅长的事情帮了我们扯平，这没有什么所谓。第二，如果一个同事他总是能出现，总是求你力挽狂澜，说明他后台极硬。面对这种后台极硬的人，我巴结他都来不及，我偏偏不帮他干，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好奇怪的你好逻辑。腹黑啊！对，超腹黑。是吧好，没问题。你刚才一开始呢，也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你要力挽狂澜的时候，不一定是帮这个同事，有些时候是请他去到更合适的位置。刚才咱金姐也说了啊，3次不行，他可能不合适，叫他滚，
跟力挽狂澜是同一回事吗？不一定要看他是主动滚还是自己被踢啊。因为如果我帮他认识到自己他是请辞，他不是被踢嘛。所以在你的观点里面，留着他也是力挽狂澜，叫他滚也是力挽狂澜，什么时候不是力挽狂澜啊？那要看他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他需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去做一份另外的工作的话，能帮到他就算是力挽狂澜。如果他还想留在这个岗位继续干的话，那帮他做完就是力挽狂澜，取决于他。就这样吧，就这样，你们两个进入了绕口令模式了。啊，这边是谁？啊。各位都知道我在职场上比较有经验啊，所以今天说2句。其实一般考虑到这件事情，像我们这种职场比较有经验的人，我第一个反应，所有的人让我来力挽狂澜的时候，我都要先好好的思考一下，他为什么需要我力挽狂澜。就像金老师说的，一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力挽狂澜嘛，显得我特别厉害嘛，能者多劳，说不定老板看到我，哎，力挽狂澜，将来给我升职加薪。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我力挽狂澜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要陷害我的问题？因为在职场里边，你们不太明白啊，在职场里是这样子的，功高的人拿到功劳是 OK 的，但是如果出了错之后，谁来背这个黑锅？我每一次力挽狂澜，我不一定成功的，各位同志们，对不对？万一哪一次我力挽狂澜，我失败了，那个罪谁来担呢？那肯定是我来担呢。那个让我力挽狂澜的人一定会说，哦，那都是甜甜姐自己说的，可跟我没关系啊。那到最后失败的人是谁呢？那不是我吗？那这个时候我就考虑考虑，艾丽是不是看我有点不太顺眼，觉得我在这舞台上特别的光芒万丈，她要想把我一脚踹下去，所以次次都需要我来力挽狂澜。你们觉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这是一个比较假傻的人，用假的聪明啊来诟病我，特别想让我帮他力挽狂，让我出错，要把我范甜甜踢出去，啊，这是坚决不可能发生的，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范甜甜一天在，让他给我披星戴月的滚。还是在金老师后面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呢，我就很担心啊，对吧？我又看到成名了，我要担心他给我灌鸡汤，我特别害怕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同情别人啊，大家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像我范甜甜也是，我作为一个艺人，有的时候在没有火的时候啊，别人2、3千块钱能请到我。最近我听说我是特别特别的火，每个人都跟我讲，甜甜，想当年你不火的时候，我跟你的情谊呀，是不是？你现在开这么贵的价钱，你这样不合适啊。我心想是啊，我不能够这样做呀，人情大于天呐，是不是？这虽然跟力挽狂澜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关系。有交情怎样就怎样，就是人情嘛，他们肯定给我们打人情牌嘛，我们要同情那些可怜的弱者嘛。你弱你有理嘛，我知道的。然后呢，我就想，对呀，我又不行。可是你到目前为止，因为我拖累了我们一起的艺人，这个价钱下降，那我不是害了我另外一条船上所有的人嘛？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跟这个电视机的以前的好朋友说一说，现在我火了，价钱得提了。过去的人情债，咱们就在今天了结了。我的人生要开始新的篇章了。最后呢，我要狠狠地说一句话，在职场要踩碎你的玻璃心，扔掉你兑水的速溶鸡汤，办公室不相信眼泪。这儿，齐齐啊，行，齐的，齐我，反击他， OK， 甜甜姐是这样，你都点了我这么多次名了，对不对？还是应该站起来问一下，我刚才听的时候有点困惑啊。困惑。因为都是办公室里面的过程和故事。对。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完美的员工？在各个方面技能都极其。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员工？所以你跟我讲完美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世上没有不存在完美这2个字。谢谢。每个人对完美的概念和定义是不同的。对。你给我提完美，就是给我设个陷阱，给我挖坑，你要往我里面跳。这种人现在叫我在舞台上力挽狂澜，他就是挖了个坑，他现在想让我往里面跳，我不会上当的。谢谢。没有，甜甜姐，我劝你见好就收，坐下，一会儿变0了，我跟你讲，尴尬了。甜甜姐，
甜甜的这次奇袭非常成功啊！他经典的话就是没有完美我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吗？啊，就是那么执着，你这个不人。你刚才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跟我的认知是完全一致的，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不是有可能，打个比方啊，甜甜姐你辩论非常厉害，那有的时候艾丽需要你力挽狂澜，但是当你们讨论头上的这个东西是叫 berry 还是叫 cherry 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艾丽出来力挽狂澜一下，对不对？没有啊，不同的人有因为不同的他的英语没有我英语好，其实你等一下，不同的他新东方教的老师，他不是等等等等8科的。甜甜，你听我说完。不同的员工，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长处，这没错吧？如果我们经常对那个需要帮助的员工力挽狂澜，并且成为一个习惯的话，是不是一个团队里合作的基础？当这个团队如果已经不成立的话，团队合作就已经不成立。好，那我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我们现在团队合作已经不成立了，因为我这个团队已经上失信心了。所以您的那个方法我已经不想这个团队里待了，我就要离开了。你还是不听我的，你还是跟我讨论这个团队的为什么呢？我已经要下这艘破船了，我要上新船了，你怎么就是不理我呢？真的是。甜甜姐，哎呀，甜甜姐，这个船已经漏洞百出了。甜甜用了出大招了，这是我用了这种满嘴拉痢疾的模式。好，刘老师，我们不是一个严肃的再说辩论节目。你一个专业辩手说我辩论比较强，你不占我便宜吗？真是的。没有，我人生当中什么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你请坐吧。我待会儿来解释，谢谢。啊，你真的就坐了？他已经先坐下了。哇，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奇袭了。林心如小姐，你决定站在哪边？当然是甜甜这边。啊，坚决不利啊！好，92%，正方，哎呀，来了。不要教会我。其实我们来看看甜甜姐刚才说的点哦，从下往上看。她刚才说第3个点是她火了，恭喜你甜甜姐。但是这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距离，对，所以我们就不谈这点。啊，第二，她就说真蠢跟假蠢的人，她就说在公司里有时你遇到一些人扮真蠢，有一些人假蠢，所以我们还是不利了，所以不如换一个更好的东家之类的。但是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公司，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地方，都会遇到同样的人的。如果你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你都要披星戴月的滚，这样你要滚很多次。最后节点的时候，甜甜姐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要相信眼泪。但是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大家想的都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帮助跟被帮助人之间，但是我们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真正在这力挽狂澜、力不力过后会流眼泪的人物，那是谁？顾客，是顾客。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公司里的人有一些猪队友跟一些不帮猪队友的人，最后真正遭殃的人是谁？是那一批给了钱去买这个服务的顾客。打一个很简单的类比，我去点餐，餐厅吃饭。一定要聊书本，多聊点。我硬聊了，我要去到点餐餐厅吃饭，就想叫点小菜，但是那边明明有2个服务员，他们在聊天。就一直聊，我说服务员，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是负责这2桌的，他才是负责那2桌的，我不能帮忙嘛，那2桌是他负责的，这样最后遭殃的是谁？就是一直想点小菜但是点不到的我。真的是生死事小，吃饭事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官僚主义嘛。就是我们打电话去找我想办一个护照，他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2。我按了2，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3。按了3，不好意思，这是4。然后按了一大堆9，不好意思，请你按0。就是踢皮球，你踢给我，我踢给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态度，那不是我的事，我不要帮，帮了是我多事，那不是我的地方嘛。每一个人都抱着这样事情，最后遭殃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不愿意
就好像可能就是甜甜姐这一批不愿意帮人的人了。到时他去点餐的时候，那服务员就在那边聊天，不帮他上菜了。所以我们才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怕吃亏，你怕吃亏，我怕吃亏，到最后是大家都吃亏，这样就很简单啊。不吃亏的方法是什么？就帮啊。这难得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我是有出过去打工的。去打工的时候，因为我不说话，所以我总是做东西很快。但是我的同事们喜欢聊天，所以会做得比较慢。但是既然有一个这样的制度，就是大家做完了才可以一起下班，这样我总是做完了，没有理由在旁边看报纸嘛。这样等也是很浪费时间，这样我就帮他们啊，帮他们做完事情，大家一起下班。他请我去喝个茶，事情就解决了。没有人觉得解决了问题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怕吃亏，大家多少出一份力，顾客会开心，我们可以提早下班，这样就好了。谢谢。这才是真正的鸡汤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他晶晶讲完以后，懒人都是好人给调教出来的，惯出来的，就是惯出来的，好吧？这边说完了，然后就剩最后啊，秋晨，好了好了，那个今天其实场上最重要的问题，刚才女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总是要你力挽狂澜。刚才陈明说的也对，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在某一些方面不那么给力。可是为什么不给力的同事那么多，却总是要你力挽狂澜呢？事不过三。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如今谈吃，我谈辩论。那我们打辩论赛的时候，会经常见到这样一种队伍。这种队伍里面呢，其他人都不是太给力，只有一个人的能力鹤立鸡群，表现出众。每次比赛最后一个发言，总能营造出一种力挽狂澜的效果。这种队伍会出现什么情况？队伍总是在输，可是这个人总是拿最佳辩手。各位知道最佳辩手是什么吗？就是人类的世界里面的 BB King，OK？ 好了，那些评委会怎么夸他呢？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位同学超强的，他总是力挽狂澜。可是话这么一说啊，这个队伍的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对吧？队伍内、队伍外的人就会去问，哎，为什么你一直这么给力，可是你的伙伴却一直都不给力啊？为什么你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愿意出力去相助，可是在危机酝酿的时候，你却没有出面制止呢？这问题一问出来，没有人会回答，可是阴影和猜忌就在我们心里面种下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对方所说的那样子站在世界中心呼唤大家给力，不是的，我们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奇葩界的辩论赛跟他们人类界的辩论赛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输的一方要接受集体的惩罚，而且不管个人表现再怎么好，输的那一方啊也是不会出现最佳辩手，也就是 BB King 的。只有在这种制度的设计之下，大家才倾向于把力气花在前面，而不是花在后面，大家才会有动力去分享自己既有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各位，如果制度不是这样设计的，以大家对我们场上各种撕们的这种了解来看，这个场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人想拿 BB King， 很简单啊，甜甜姐吊打艾丽就可以了，关对方辩有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先，我在私底下是见过，那简直就是辩论界的一场奇迹，特别好看，特别精彩，根本没你们什么事，甜甜姐就可以拿最佳了，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不能够这样子做。那同样的呢，我们说的不利，并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在制度上面去解决那个问题发展的源头。在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想想看，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好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肯定你的工作成果，但是不鼓励加班，允许你去帮助同事。可是绝对的是权责分明，奖励优秀的团队，但是会淡化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优秀的制度都是这样设计的呀。即便你帮了800个同事，你补了800次漏洞，我代表这些同事全村都感谢你，行不行？可是你自己想要升职加薪，任何人想升职加薪都要做出自己的成绩，
而放在社会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赞扬救火英雄，可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去追究那个火灾的责任吗？哎，说得好，说得好。大家很爱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可是我问大家，有谁真的愿意生活在那个英雄辈出，但是危机四伏、惊涛骇浪的世界里面？就在《复仇者联盟》那个电影里面，他们自己就讲了，复联最希望有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不需要复联的世界。所以我不知道对方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希望，宁愿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做一个给力的普通人。谢谢。陈明，谢谢秋晨，慷慨激昂，说的非常有道理。除了离题以外，他这一段所有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尽量不要让力挽狂澜的情况出现。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做到事先预防，我们要把东西做在前面，不要让它出现力挽狂澜的情况。今天题目问的是出现了之后的选择。今天不是说我们制度层面让火不要烧，我们问的是火烧起来的时候，救火队员要不要冲上去？我们都希望制度做在前面，但对秋晨，我想你也认可一句话：没有制度是完美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力挽狂澜出现的概率，但它总有出现的可能。就像你刚才举的辩论的例子，我们在制度上不断的改进，会尽量减少那种前面说可能坑比较大，需要最后一个人填的情况。可万一出现了，最后一个人该怎么做呢？他最有能力。前面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坑，他站了起来，挽还是不挽，利还是不利？不利，是，也许队伍就很和谐了，大家觉得，哎，你跟我们一样怂，然后就输了。可是利还有一丝赢的机会啊！你刚才不断的在提到制度层面上要不断的改进，哎，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观点，跟我想的很像啊。今天职场在制度方面的前进方向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往前面推10年，我们写字楼的隔间都是啪啪啪，一格一格一格，每个人在自己的隔间里，我不知道旁边人在干什么，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别人的事情我也不要管。现在我们去谷歌，去很多新的公司和办公楼，一进去敞敞亮亮，正中间一个大客厅，那是营造的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家的感觉。我们未来的公司也好，职场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家的文化，所有的员工在一起喝着咖啡。所以我最新看到的一个新闻，已经可以抱着狗狗上班了。大家可以很热情的在里面谈论同事工作和生活已经越来越高度重合，同事在更多的场景里像是你的家人。各位，你家人弱了，你家人遇到困难，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要不要帮？你的弟弟哥哥出这事，你要不要帮？就这么简单呢。所以你看，刚才在对方所说的所有的陈述中，我刚才有记啊。甜甜姐说，我担心他是不是要陷害我，我担心艾丽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非要这么做我就走。秋晨说，你看前面挖了一个天坑，最后一个人起来，那情景有点微妙。我们在对方的这种职场价值文化当中看到的不是真诚、坦诚和信任，看到的是颇有芥蒂，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猜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同事与同事都力挽狂澜的一个公司、一个职场文化当中，大家就像朋友一样的工作，大家就像家人一样的生活，这么一种公司有哪里不好呢？而且我再回到最初我说的那句话，也是我最后的一个落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恒的强者，没有谁是永恒的弱者。今天别人有难需要你帮，明天你也可能有短板需要别人来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一种你有问题我就帮你的态度，团队合作不就出现，不就和谐了吗？就这么简单呢。说得好，谢谢。哪位？我觉得，掌声响起来，我心甘。我谢谢你们。我觉得奇葩说录到现在，我一直。陈明的每一次发言都让我思考到一个崭新的辩题，就是到底什么辩题能让陈明屏蔽掉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对，从长生不老到世界末日，从朋友圈到谈恋爱，从父母关系到亲子友谊，他任何时候他都能说 We are family。We are family。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陈明啊，咱们今天为什么不讲这个 We are family？为
什么不讲人有没有缺陷？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讲了半天这个东西不叫力挽狂澜，叫做公司里面有分工。OK， 有分工，大家要互相协作的时候，是不是叫力挽狂澜呢？那不叫，什么意思？比如说。现在摄像老师需要我帮忙走个位，说薇姐，现在能不能摆个 pose 啊？我们后期好剪。我说没问题你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你刚才那个绝对得剪掉，那个，就你那个 pose 真的好剪。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帮摄像老师力挽什么狂澜吗？没有。摄像老师是弱者吗？不是，我们两个是共同干了一件事儿而已，明白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工种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缺陷？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做不到的事儿？有，所以才有职位设置这一说嘛。所以秋晨才说什么呢？制度解决，制度解决叫什么呀？叫每个人都待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每个职位就不会有总是干不了这个职位的弱者，如今上餐厅就不会点不到餐，为什么？因为那个总是在聊天戴帽的两个服务员，已经披星戴月的滚了嘛。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艾丽的建议，寻找新的事业方向，来到奇葩说的舞台上了吗？这不是一个对公司、对客户以及对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有利的一个分工和制度吗？所以我们说分工对，爱对，协作对，可是你处在一个让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分工并不适合你的职位上，你成为一个狂澜制造者，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呀，你是在世界中心制造暴风雨，你知道吗？到了你呼唤爱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你刚才用3分钟的时间帮我们陈述完了这个时代分工的重要性。但我要告诉你，那是属于过去的时代，那是工业2.0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不断的分工细化没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格子间在取消，沙发在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比方，2个小例子，都是我们奇葩说的例子。第一是我们奇葩说的编导，我们奇葩说的编导就叫高科技全方位复合型新媒体人才。哇，你赢了，你已经赢了，不用说了。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曾经的电视台里，剪辑的人负责剪辑，编导的人负责编导，写文案的人负责写文案，播音员呢专门播音，那是过去的故事了。现在我们所有的编导叫采编播演一体化复合型人才，连小片儿都可以演。他们从接待选手到策划选题，到写出文本，到后期剪辑、编辑制作，到打包，到上画面、上字幕。现在我不是在拍谁的马屁，但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因为创意源自于一个人的心与另外一个人心在沙发中的碰撞，而不源于格子间中的隔离。这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要告诉薇姐，你说的很对，但你说的很对属于历史。第2个小例子也是奇葩说，你知道吗？我在看第1季奇葩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羡慕第1季奇葩说的选手。我们都在录奇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大家坐在这里，客观上来讲，我们也是同事。老奇葩7强，我在第1季看的时候羡慕得一塌糊涂。他们是同事吗？不是。他们是朋友吗？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家庭啊。甜甜姐，我知道。我们才不是家庭呢。听我说完。张飞很多次了，哎，张飞很。陈明，听我说完。为什么你一句话就破坏了一个家庭？不，马东老师，我知道薇薇姐又说我要呼唤爱，但是这不是我呼唤出来的。如果7个人在一起说我们就是一个家庭，那不是真家庭。7个人天天我踹你一脚，你踹我一脚，这就是我们心中家的样子，你知道吗？不怕得罪啊！你一句话又挽回了一个家庭。
所以在整个第一届的舞台上，我们知道，不管艾丽在前面是什么样子，甜甜姐可以在事后骂她，薇薇姐可以在事后不断的训她，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在工作当中，义无反顾的力挽狂澜。就像刚才我觉得是林心如小姐说的非常好，拍片的时候有问题，我问题一定要帮，因为它会影响我的片儿。但是完了之后，完了以后的事情完了以后说，所以在她需不需要我力挽狂澜的那个瞬间，我们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至于之后，我是帮她。训他还是开他，那是后面的事情。今天辩题探讨的是这一瞬间，此时此地，总是力挽你的选择。别忘了，总是力挽狂澜。是，总是力挽狂澜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开了一个，下一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不利了吗？我们针对的又不是一个人，是无数次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选择。最后我要强调的一个，也是刚才金姐和心如小姐可能一点小小的误解在辩题上。这个题目中前2个字叫同事，同事是没有开同事的权利的，开不开人这个决定在领导。我帮了同事力挽狂澜之后，我不是要你默默帮、傻子帮、暗在地里帮，帮的事情要堂堂正正的跟领导讲。他老是出乱子，我老是帮他，领导，我说实话我也很累，但是为了这个事业我一定要帮。但之后领导您说了算，最奸诈的开还是不开？这种人领导必须。太吓人了，是不是傻逼？不好，可以了，哥们儿，吓人了，哥们儿。人家都站在世界中心，你们就不能让人家互换爱吗？怎么了这是？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们其实向往的真的就是一个像各位、像对面坐的各位那么一个家的环境。家人遇难，请伸手，就这么简单。别着急。他说的理由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他至少说的一点，我觉得还是说准了，就是奇葩说这个编导团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往后面看，那个站在最上面的那个女孩啊，就是橘色的那个啊，对。她呢，她经常大家会在奇葩说里看她演一些小品啊什么的，但其实她真实的工作是在组里面负责买盒饭。而且他是全组的颜值底线，这个组就是最差也就长成这样了。好，陈明说完了，一句话，给他说一句话，给他说。艾丽说，我就说一句话吧。今天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不是说不帮，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因为这个数就没头了。你说你帮了3次，你帮第4次，帮第4次你帮第5次，你要帮到永远吗？好了，知道了。只有一种人我会帮，就是我帮到山无棱，天地合。那是尔康，不是我同事，就这么简单。叫你管好你孩子，你怎么不管好呢？今天晚上楼梯见见。当然是要一而再再而三3而4帮到无穷。为什么？我们选择力挽狂澜，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想象成这个同事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必须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才能去力挽狂澜。他犯的错误，我们做出一点点小事，也许就能帮他力挽狂澜。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同桌就是忘带橡皮了？你借他一块橡皮，对他而言就是力挽狂澜了，对不对？所以帮他一下是帮，帮他2下是帮，总帮他也无所谓。在不断的帮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获得一点什么？总共2点东西。第一点东西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点满足感。其实这种满足感的建立，不仅来源于我平日工作办得好，也来源于当我其他的同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去帮他，而不是别人有这个能力去帮他。第二是，如果这个同事被开除的时候，大家闲言碎语，我有话要讲。这点很重要哦，就是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往往要提说他这件事他做不了，他为什么做不了？潜意识里是我能做，所以我才有资格讲。所以我如果没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呢？所以当我不断的为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就算被开除了，就算离开了这个公司，这个时候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告诉大家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不是像一些鸡婆一样闲言碎语，这是一个资格的问题，对不对？就2点，谢谢。好，哇，周学义老师要发言了。我帮这边力挽狂澜，这件事情很奇怪吗？我先制造点狂澜，等会我们队友再来挽一挽啊。刚才司达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举手之劳可能就会帮别人力挽狂澜，你怎么会不帮呢？我们当然帮，我一定会帮。可是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我帮完了你之后，你跟我说周老师，你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了，这算个什么呢？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不会嘛？你会说周老师，你救了我了。你刚才就借我一个橡皮，就使我的高考能够考上大学，你力挽了我的狂澜。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嘛，就是说你只是把那个力挽狂澜的标准进行这个相对化而已，这个没有意义。然后陈明那个我就不想说你了，就是你那个更奇怪，马老师你知道吗？他在给你挖一个很大的坑。为什么？他在告诉你，你们奇葩说剧组很多编导都是狂澜制造者，每一个人都制造了无数的狂澜，站在沙发上，然后不同的狂澜对撞，明白这意思吗？没有啊，你们奇葩说不是一个个的小格子，而是每个人在沙发里面都在制造狂澜，别人都在帮他补。我觉得是你在帮我告诉我这件事儿啊。我在帮你揭示陈明讲的那件事情。你是在帮这一组力挽狂澜？翻译一下，翻译力挽。我翻译一下刚才哲学家所说的德语。你不可以讲的比他多。非常简单。你只翻译哦。你借我个橡皮擦，你说就是举手之劳，没问题。你总管我借橡皮擦，你这不是让我力挽狂澜，你是把我当文具店呢。就为了讲这一句吗？第二句，马老师，你别觉得他们人人全能对你来说是什么好事儿，这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你单飞，你知道吗？你这是翻译吗？翻译了。你这是创作，你知道吗？再创作。来，如晶。薇薇姐刚才就用了行为艺术告诉我们，她帮啊！你看周老师录了多少集了，每一集周老师都有一个坑，每一集薇薇姐都站起来。所以这不是总是有问题，总是在帮忙吗？这不是一家人吗？所以说不帮，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帮的。对呀。没有，这个要向如今解释这件事情。如今是在这方面不太明白。这个不是同事之间要力挽狂澜，他是用行动证明一种东西，叫男女之间的情愫，跟同事没有关系。对，跟本题没有关系。今天是来干嘛的你们？不是，就说明有问题，但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不能说，让他们自己说。哎，好感人哦！你们才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吧？对呀。还有再倒带回去看每一集，他们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这就是说，有时狂澜挽一下，挽一下，挽一下，还可以挽出感情出来，这也不是很好吗？后排的服务员都站起来干什么？啊，好吧，好吧，让我们留一个悬念吧。林心如小姐，你听出其中的奥妙了吗？我大概知道了。哎呀，连你这么耳朵根子软的人都听出来了。好吧，我们辩论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哈。我们要听听两边团长和最后林心如小姐的立场选择。那这个两边是康永哥先说还是金姐先说呢？看金老师的意思，我都好。你先说吧。好，大家都看过《康熙来了》吧？看过。小 S 是不是很可爱？非常可爱。可爱跟爱是不一样的。可爱是可以爱。就你不可以。所以我可以给你机会，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机会你不能给了一次之后，你跟我要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的观点。所以你的选择是反方，不利，不利，是吧？好，我们这个3位导师都做出了最后的陈述，请现场的观众做出最后的选择，利或不利。开始，5、4、3、2，题目叫做“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请我们在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来选择，正方女生该追男生，红键；反方蓝键，请开始。金姐呢？金姐态度？我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因为平等的嘛。对呀，就是小时候说的是平等的嘛。现在已经是没有分什么男生是干嘛，对，女生是干嘛，只对罢了就。
平衡嘛，都是平衡的对啊。对对对那你求婚的时候，为什么带了那么多人，在你当时的未婚妻面前哭成那样？你为什么不等他来追你呢？你觉得能吗？因为你壮胆啊，有点壮胆，因为自己一个人去，我讲话结巴，又不太会讲话，又讲话，又不太会讲话。当时是一堆我的哥们一起进去我的家里面去求婚，对，就想好了，全部跪在地上，然后说：“你猜我们到底是谁求婚？”医生求过几次婚？不是啊，没有过。你求过几次？我这经常不是这礼拜第4次，经常不要婚姻这结婚就一次就好了。一次，你太太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张哥，有意见吗？应该是同心嘛。同心，所以其实你的婚姻不是我们这个话题主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你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女孩可以主动追男生？觉得可以，没问题是吧？为什么不可以？女生要不要追男生？康永哥，本来是想要说可以追，对，可是我觉得奇葩说会出了一个这么古老的题目，我很惊讶，所以肯定是大家有一些话要讲。那既然奇葩说敢出这样的题目，那我就试试看，站到我不太相信的那边去吧。哈，女生不要追，我想要今天辩辩看，女生不可以追男生。OK， 好，那现在是69比31。反方先开始，谁先说？又是你呀！先给大家，有完没完？今天我们辩论的是女生该不该追男生。首先，我替我们这方解释一下，我们站的不该不是说女生没有权利去追，任何人都有权利做这件事儿，但我们只是不建议女生去主动追男生。为什么呢？一旦主动去追，就有可能被拒绝，而被拒绝就肯定会受苦。我们这边还是希望呀，这份苦由我们脸皮比较厚的男生来承担。当然，不是说男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强，没有啊，没有，只是男生2个字习惯被拒绝，而且我们还会拿拒绝调侃。举个例子，大家看过《灌篮高手》吗？《灌篮高手》里面樱木花道被拒了50次，每一次都是这个抢死，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面还有人放烟花礼炮呢，还开玩笑。但是赤木晴子被拒的话，我说可以拿樱木花道开玩笑啊，但晴子被拒的话，那就肯定不是这样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那我自己说一下，我当时高中吧，我高中的时候也被拒得特别惨。我曾经写过一份情书给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没有看，转过来走了2步就扔到垃圾桶里面了。当时我真特别想死。当着你的面儿，但就是走了2步，我看见他扔进去了，是吧？那你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对，也是个奇迹，也是个奇迹，勇气可嘉。但是我2到3周之后渐渐缓过来了，后面我也自己调侃自己，我也挺二。别人写情书都是写的散文，非常美。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议论文，5段详细论证了跟我一块儿有多幸福。但我有一个女性朋友，高中同学，她主动去追。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就一个男生被拒绝以后，2个学期都没有缓过来。所以男生被拒其实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习惯，久到什么程度呢？远古时期，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男性出去打猎，而女性呢是在洞口附近看孩子并且采果子的。作为猎人的我们，看见猎物跑掉很习惯了，但是你说采果子的时候，你辛辛苦苦挑起个果子，果子对你说滚，我不要你啊。没有这样的情况，你怎么会有这种理解？是你赶紧给我跳到碗里了，因为谢谢。没办法，我这个下意识做广告啊。对，所以我就想说呀，就是男性被拒这件事儿一直都有，我们一直都是这么一种生物。刚才我说我给女生写情书，女生扔到垃圾桶里面，大家都笑我，对吧？哎呀，艾丽真二，太傻了，太无聊。但要是翻过来，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情书，
男生把情书当着女生的面扔到垃圾桶里面，大家会说什么？说这男的人渣、不要脸，一点儿都不懂得怜悯之心，禽兽，禽兽。所以啊，我们在想，这可能并不是所谓陈述力，也不是所谓的其他的平等不平等，只是简单的习惯问题。当然，对方会说没关系，就算受伤，我作为女生也要拼尽全力追这么男生一次。如果你真的想和那个男士在一起，赢要比追好。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做那扑火的飞蛾，而是成为那最明亮的烟火，成为一个灯塔，让那个男生乘风破浪过来到你的身边，这样你们的感情才会更加稳固，像陈小春哥一样，一辈子一次就够了。非常感谢，谢谢。你是反对的？对，不要追，对，不要追。我们很高兴今天请来了一位外国朋友。所以艾丽的立论还是就是说要勾引要好于追求。对，是吧？手法啊，手法。追的手法，注意手法哦。辛苦在现场的所有翻译啊。好的，那就该正方了哇，李如如。很多人觉得男追女很正常，女追男就会莫名其妙地扣上一个倒追的帽子，这就是一种封建思想啊！你在古代这么说其实很正常，因为那时候的男女关系就是男人是女人托付终身的对象，我们女人是要靠男人去养活的。那时候我们女人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动追求男人，我们需要男人来主动追我们，并且我通过他们追来检验他们的真诚。他们追我的时候付出的越多，可能就代表着我嫁给他之后，他能给我的东西就越多。所以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所以如果女人那个时候主动，就失去了这么一个检验的机制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呀，我们女人都是独立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可以养活自己。就像范爷说的，我为什么要找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呐，对不对？所以来到这么一个时代，谁养活我，谁能养我，这不是重点，我爱谁，这才是重点。所以说，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我碰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为什么不应该去追呢？是不是？现在是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我为什么就要做路边的花，等着你们这帮蜜蜂来采我的蜜啊？你们男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为什么就不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呢？我们是有主动权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不让女生主动追男生，我觉得已经不是不公平了，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精神上的虐待和压迫。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喜欢上一个男生了，我就喜欢这个兔女郎，谢谢，我口味就是重，但是你们说你不能去主动追他，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可能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还不如我。我相信这种百爪挠心的感觉很多女生都会有的，就像你看到你喜欢的食物摆在你面前，你特别想吃，但是你们告诉我不行，你不该吃，你就应该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虐待。而且刚刚艾丽说，我追一个人，那如果我被拒绝了，我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我就是要追。我喜欢一个人，我一不丢人，二不犯法，为什么不去追？你们可以想一想，等你们老了，想到你们20多岁的时候，你想都是哦，我追过，我主动过，我爱过，可能我也被拒绝过，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化为我嘴边淡淡的一笑。我不希望我回忆里全部都是错过、擦肩而过、失去过，这才让我真正的痛苦。因为在爱情里，我觉得遗憾比失败更加让我们难以释怀，所以我们就是要男女平等啊！我们的爱情观就是勇于追逐，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不留遗憾。谢谢。阿西啊，今天先来说如如讲2个点，第一个点叫男女平等。其实啊，如如错误的观念是，所谓的男女平等，不是要让女生像男生一样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女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和男生做同样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叫，如果一个女生她像男生一样的工作，你认为这是平等吗？这其实是最大的不平等，因为这是用男性的标准在规定女性。所以你说那个男女平等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第二个概念，你说我们老了
了以后会后悔，不追很惨，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方的立场不是说你遇到的喜欢人你什么都不干，我们又不是傻子，对不对？有喜欢的人当然要有一定的表示，至于怎么表示，那我当然这个闺蜜又要给大家上课了，对吧？好，其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什么意思？桃树它不会过度的宣扬自己，但是人们会从它的树下走过。你真的以为桃李不言吗？其实桃李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用自己的芳香，用自己花的颜色，用自己果实的丰满，去吸引所有人，慢慢的向你靠近。你让这边这棵仙人掌说一说。所以，我今天的建议就是，作为一个女生，你要利用好自己最强大的优势。远古时期，男人最强大的优势是追赶、跑、跳、碰；女人的优势就是编织花篮、设置陷阱，难道不是吗？那我今天就要给大家来怎么追，请大家掏出小本子来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擅长使用一切的社交工具。有一个广告词叫做“找老同学上人人网 ，too young too simple”，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老同学找人人网。咱们呢，首先要通过微博、脸书、人人网、校内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先去搞清楚你喜欢的这个男生他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音乐品味、穿衣风格以及他的一些学识。那如果这个男生只会唱《我没那种命》呢？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追的有品味的男人。对，好，当你已经摸清楚这个男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之后，你的第二步就叫做慢慢渗透。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般深情始于点赞。你就要开始在他的每一个状态下面点赞。比如说，这个男生今天出去发了个旅行的照片，你说哇，你去的这个地方好好，我从来没有去过，赞。如果这个男生今天发了一首歌，哪怕你很讨厌这个歌手，你也要说哇，你听歌很有品味，我喜欢他的另外一张专辑，赞。长此以往，你就会发现你在他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渗透了自己。这个时候，请大家不要担心男生会拒绝，因为男人这种东西，对于主动上来的女生基本上是不会说不的。OK， 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调戏他们。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女生啊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你要把自己身上的魅力发挥的最大，不要低头，王冠会掉，勇敢的让骑士来追你就好了。谢谢。今年最触动你的留言曾经是什么？最触动我的留言啊，那么多人骂你，我放心了。好的，然后正方下一位前来受死的是啊，1.9米几的啊。我刚才老师好，各位艾老师伦好，哎呀，我刚才听完了，确实是处在一个懵的状态。我听谁都对，我也有，我听谁我都觉得说的特别对，但是这位小哥说的那个，我觉得他还是在帮我们说话，因为他也是在讲了一个应该怎么去追，只不过就是换了个方法而已。所以我想举个例子啊，亲身经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我，她想追我，但是那个一看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菜。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她使了一个，为什么用菜去形容女孩子？不是，对不起，我错了，郑总。给我次机会，郑总。我站你那边。我真没看出来您是站我这边。就是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不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完了之后，他放学之后，他自己偷摸在宿舍里喝了一整瓶白酒，然后趁没多之前就约我说咱们能不能去小树林走一走。然后呢，我出于一个绅士嘛，因为他自己出来，我担心他喝完酒会怎么样，所以我说那走吧，一块去出去走一走。然后走的时候他就各种耍酒疯，然后拉我扯我呀什么，然后向我表白。最后呢，我真是被他感动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动机可能不太纯。你是感动了你还是感动他？他可能在我面前放不开嘛，因为他喝多酒，他不会有所顾忌，所以他就展现了他，就我喜欢的那面，他展现出来了。对，那结果对，反正他也不记得了。对，我是想说，其实女追男比男追女更有优势。所以我觉得女孩不要去浪费这种优势，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那个，我是觉得确实是男女现在平等。对，所以我觉得就要想去就应该勇敢的去追。那请坐吧哈，谢谢艾伦。
马瑞开始了。对，谢谢大家。我刚才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我们这边说着说着，好像有点承认那边的观点了。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些很，实质上的一些差异，就是追不追这件事情，实际上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你。你想追，你可以追，但是我说的是该还是不应该，我给你一点建议。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就是方式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想赚钱嘛，所有人都想要钱，但是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是选择用自己的这种能力、才干，然后去得到财富，甚至是让财富来找我。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有手有脚，但是他选择的是乞讨。所以我是感觉，女孩嘛，本来她就应该负责美丽、大方、善良、漂亮，她不应该做这么羞羞的事情。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的面前不能够体会这个女孩的一种喜欢你的状态，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男孩的情商太低了，或者是你真的给不到他幸福，或者是你对他完全没有感觉，那你说他还干嘛要追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呢，也在我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出现过这么一次这样的事件，女孩在追我，然后呢，我很开心，因为我享受的是这个女孩追我的过程。就是女孩，你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想要引起她的注意，然后有一个结果呢，还是仅仅引起她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当初这个女孩在追我的时候，可能当时我们也在一起了一段的时间，然后当我们在一起了之后，可能你是在一起了还是没在一起？这里面没有可能。我刚才说可能了吗？对呀，对呀。你说可能我们也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对，这个就是一个区别。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了，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可能是在一起。我还是希望这个女孩啊，她不要去做这种很被动的事情，她应该去做挑的事儿。你们都来追我，我来挑，而不是我主动去比较尴尬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谢谢。好，谢谢。这个，我倒没想到，我以为艾丽会有犯这个大男子主义啊，没有想到马瑞同学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大男子主义啊，这千万要不得。艾丽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吧？被拒绝了会伤心。你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还是要追，换种方法追。你是觉得呢很简单，哎呀，追了以后呢，我没把你当回事儿，我会糟践你，对不对？哎，就是这样。不是糟践，就是你就是浅显的认证了自己是个人渣，对吧？啊，没关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女孩很简单啊。其他你们这3个人说的话我都不想听。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简单：爱国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追求不分男女。简而言之什么呢？就是黑猫白猫什么猫也好，只要逮着耗子，它就是好猫。你说什么呢？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过程，我们只看结果。老简单的一件事情，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开玩笑，哎呀，还羞了，开玩笑。你知道现在这些女孩有多主动吗？咔的就往上扑，你拦得住吗？我跟你讲，但凡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个男的稍微长得像点人，有点小钱儿，手上拿个车钥匙出来，那个女的就八爪鱼唰一下就给你勾上去了。这种时候你们还不让我追，我一老姐姐，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我的妈呀！别说到时候是骨头了，连骨头渣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管什么？只要男未娶，女未嫁，是不是？没有结婚，很简单一件事情。就算你名花有主，也带老娘来给你松松土。请叫我松土姐了，这一集可以。难怪你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暗淡。他3年只开过2次张。来跟我这块田，我觉得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你们放心啊。甜甜，
你来帮小春哥解释一下松松土具体都做些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个草呢，我们没有把它连根崛起，先帮你松一松啊，让你下面的根基没有这么稳固，带老娘来松松土，哎，没关系，你要是现在还不能理解，一会儿录像结束之后，我让范甜甜来给你松松土。讲这么多呢，就是咱们要落到现实当中来。现实中那些女孩是有多么的恐怖，大家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心知肚明。这一趴过啊，咱们现在讲第二个点。我觉得对方一直反对我们不要追男生，我觉得有点怪怪的，特别是前面这2个人。我总觉得你们2个人，哎，现在不看我是吗，潇潇？没有，正在想怎么弄你呢。在想怎么弄我。其实我觉得刚才艾丽说的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喜欢啊，就她觉得这个捕猎的这样一个乐趣。很开心是不是？你不是要捕猎吗？你要出去狩猎吗？是不是？让我们在家里摘果子，你出去打猎物是不是？我就奇怪你怎么从来不问我喜不喜欢打猎啊？亚马逊女战士。怎么着？老娘生下来就该配摘果子这么容易的工作呀？今天我就奇怪了，我没去新东方撬你算不错了，我就喜欢出去打猎，我告诉你。怎么着啊？对呀，那种围追堵截的一种乐趣，是不是？刚才花溪讲了很多，就小清新式的追男生的方法，甜甜就有18000种。我告诉你，女孩子也是要狩猎的，女孩子也要去打点猎物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开心的。我们举个简单点的例子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你每天要花时间去买装备吧，是不是？你要练级啊，你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打 BOSS 啊，最终你看到那个大 BOSS 的时候，你爽不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我要把你给干掉！哈哈哈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你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不是？你有很多的装备，你给自己还升了很多的级，加了很多的血，哇，这个过程是很爽的。但是你想过这个 BOSS 的心情吗？他每天就这个山洞口走啊，好无聊啊！这个太牛了！这练到黄金圣斗士的人怎么还没有来呀？在门口剥个手指甲啥的，剥挠看头上有没有虫啥，吃一口啥的。你没有想过，被等待是件老 boring、老无聊的事情，你知不知道？特别像我们这种职业女性，又优秀，长得又好看，你说，实在是工作有的时候太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非得主动出去，不然怎么样？我明天就打个电话，拍戏拍2、3个月我就走了，那我怎么办？这就算了。就是怎么像这种比较可爱一点的表示感觉呢？我们去医院你也得挂个号，是不是？吃饭的时候门口有个领个牌子，是不是？这时候拿块板砖啪拍下来，告诉你老子对你有意思，等好啊，2个月拍完戏再来找你，别着急，先给我留着位置，先留着位置。所以说这个牌子得拿好。哎，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我生于一个80年代的女性，是一个很温柔、很公良贤德啊，也是像对面上总觉得就是男生是有点羞羞的。可是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啊，我现在走心了，不好意思啊 ，Keyboard 老师，这是一个这是没有，这不是戏，这是说了一件很切实际的一实话。我以前。可以换一个音乐吗？现在不用了，谢谢。就是其实老实说，在我30岁之前，我也是会觉得是羞羞，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的80年的女生是习惯于被别人追求的，我们都是小公举啊，不可能去。你们点好低呀，这也笑，真是的。不要破坏我的情绪啊！可是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啊，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
个自然票数到91:9，这个范甜甜真是力量巨大。他比较快。首先我对于你的辞职表示无限的敬意，因为最近我也刚刚辞职啊。那你会对我好点。哎，潇潇，你准备弄他吗？哎呦，没想到他最后给我来这么一手，我怎么弄啊？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甜甜说这么多，大家更多的是感动，但是说真的，作为他的朋友，我更多的是心疼。甜甜刚才说，她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想法，我才更不能让她主动去追求男生。因为其实刚才马瑞已经提到了，女生出手，男生很容易中招。在这里，我首先希望大家先忘掉我是一个男人的身份。对，就是大家不要把我和艾丽想成一样的人。好，甜甜刚才说，她说她要去练级，她要去打怪，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追求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我们不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打猎能力。刚才甜甜说，有一些人有一点小名气，有一点小钱，就有无数个女生这样抛上去，这样追上去。但是这样的女生为名为利，不是为爱。甜甜，你不是这样的人。而且甜甜刚才告诉我们，她说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就是要勇敢的去追，勇敢的爱，我要去享受这种打猎的过程。那是范甜甜哎，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是我的闺蜜，或者你的姐妹在旁边，你们会建议她像范甜甜一样活吗？不是因为范甜甜不好，是因为范甜甜选择了一种比较极端，也比较只能适合她一个人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如果是我的好姐妹，我不会建议她做出像甜甜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怕她会受伤。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为什么我不会建议你去一个女生去追一个男生？很简单，就是因为男生是一种不会 say no， 而且荷尔蒙非常旺盛的动物，而女生是一种非常有魅力，只要你使用对了你的魅力，你可以手到擒来的动物。所以说，当一个女生主动开口去追求一个男生的时候，她只要长得不是太夸张，哪怕她长得太夸张，其实关了灯都一样。所以我不让你们追，不是怕你们追不到，而是怕你们每次都追到，但永远追不到真爱。第二个观点，我不让你们追，是因为男生和女生在追逐爱情的过程当中，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追求一个女生，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的女生朋友，抱着喜欢她的男生送给她的洋娃娃或者是玩具熊什么，反正就直男会选择贼土的那种玩具之类的礼物。好，出来炫耀，告诉大家，你看，这有一个男生这么喜欢我。但是大家试想一下，有没有哪一个男生会围着喜欢他的女生送她的围巾，什么发朋友圈自拍，告诉你，哎，你看，这是一个女生送给我的。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个男生他在恋爱过程、被追逐的过程当中，他是得不到快感的。男生追求的不是那种被宠爱的感觉，除了我。所以大家先忘掉我这个男生的身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女生可以尽情地享受别人追逐她的快乐，可是当你们奋不顾身去追求一个男生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尴尬，不是快乐。刚才马瑞那个臭不要脸的，真的差不多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但是呢，我要给他深入一下，就是转换身份。对，我现在要转换一下身份，我要给很多的男人进行一次 man's talk， 就是兄弟之间的对话。OK。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说真的，如果我告诉很多女生，你们不要主动去追求男生，说真的，当爱情来的时候，你是冲动的，你是糊涂的，你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宁愿去告诉那些自己被爱着却不知道的那些男人，当一个女生她爱上你的时候，她怕你真傻，但她更怕你装傻。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男生想想花溪刚才说的话。没有一个女生会每天准时准点给你的照片点赞，给你的照片留言，因为你真的没有你照片里那么帅。也没有一个女生会每天无病呻吟向你请教各种问题，因为你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有才。
你更不像这样的男闺蜜，能说会道、聪明可爱。所以，当有一个女生无止境的对你好、无止境的对你付出的时候，你要不要转换一下角度想一想，这个女生是不是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所以，当你察觉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装傻，不要冲愣。如果你喜欢她，就表白；如果你不喜欢她，你就跟她保持距离，不暧昧，勇敢、残忍地拒绝一个女生，才是你对她最大的温柔。不要逼到一个女生去追你，这件事情无关义务，无关责任，仅仅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而已。谢谢。64比36，掰回来了啊！然后常远是该你说话了吗？我这个问题是女生应该追男生，对，因为我确实是亲身体会啊，因为我从小呢就是被女生追到大的，真的。这女生得长成什么样啊？对，因为大家也能看出来，我是属于那种长得挺漂亮的男生，然后那个确实有女生追我，而且我也不会追女孩，就是最早在聊 QQ 的时候，就是我3句话，人家那个头像就灰色了，就已经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我16、17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哥哥家，然后哥哥呢就带了回来学校的2、3个女孩，说我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当时真是紧张的哆嗦，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这一块做什么游戏？我不知道玩什么呀，我就说没什么可玩的，我说我想回家。那您说像我这样人怎么办？在那个如花似玉的年龄，那就找不着对象。所以说呢，我就一般就是等着女孩来，哪怕不用非得追我，就是主动一点儿，就是跟我说一下啊，然后那个一般呢就能成啊。当然成的也不多啊，就那么几个，对。然后，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那些追我的女孩，所以我觉得女孩还是应该这个主动追一下男生的。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哦，那你们是还要多一个人发言？再来一轮吧。再来一轮，好。其实我刚才那一段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那接下来我就要出于我自己的私心，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女生不要去追男生。因为你追到了则罢了，追不到受苦的是我们这些当闺蜜的人。我们需要听着你熬夜哭诉。深夜抹眼泪，然后打电话跟我聊到半夜3、4点，我还说啊没事，他是爱你的，好挂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它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女生在爱情里面都是带了放大镜的人，什么意思？你说会把自己的付出看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领情？这是所有闺蜜会在被拒绝之后给我说的一句话。我为那个男生做了那么多，他凭什么这样子对我？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干嘛要这样子伤害我？所以一段失败的追求经验会对这个女生造成非常可怕的自我评价错乱。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好女孩，只是你不适合这一个人，或者这个人不懂欣赏你的美而已。但是，一旦你失败了，做女生的会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彻底崩溃。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我是不是不值得拥有爱情？我是不是一个好女孩？我是不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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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在大半夜给她解决她一切的纠纷。希望大家的是，你永远都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小女孩。好了，来，到你。我想先讲几个概念哈。第一个就是主动追，其实主动追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比主动追更惨的是什么？是暗恋。你一直默默地喜欢一个男生，你带着那种爱的结晶能力，把他美化得不得了。其实你完全都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暗恋他。主动追起码给了你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你也有了一个主动性去筛选，去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是像这位，光是占我的便宜，却不肯给我这份感情，我可以不要你啊，我有一个筛选的这个能力嘛。第二个，大家主动追，大家一直在跟我们说投怀送抱、打折促销。亲爱的，我觉得主动追不一定是打折促销啊，主动追可以是在线试读啊。有的女孩子是一本书，封面很漂亮，那可能我的封面长得这么草率和随意，但是我有内容啊，我可以走到你的面前去让你听听看啊。如果要是你觉得我内容还不错，对不起，试读结束，请买正版。然后第三点，就大家一直在说吸引力嘛，就
就是他还说女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哈，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桃李芬芳啊，我会盛开，但有些女孩子像我，像是一棵树一样，可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盛开，我不知道怎么去吸引一个男生，我不知道我的吸引男生那个点在哪里，那怎么办呢？我妈妈有一句很伟大的话，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果我不下场踢球，我永远都不会踢。你要有给我一个下场去踢球的机会嘛，这就是我们说的主动追的意义。然后我觉得最悲惨的并不是我去追我的男神，然后被他拒绝，最悲惨的是多年之后我偶遇了我的男神，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在他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然后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初恋。我的初恋有好几次，每一次我都觉得是初恋。然后我第一次初恋喜欢上一个古惑仔，真的是那时候流行嘛，喜欢一个那样的男生，为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让我很吃惊的是，这个吊儿郎当的男生就很认真的回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工整。他说：“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但是你的信写得不错，你知道吗？你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你不用坚持，但是写东西这件事情，请你坚持下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得像你这么好。”这封信我一直到现在都留着，一个古惑仔。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追爱这个事情，它也会给我很多东西啊。起码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发现了我的魅力啊。大家是不是把女生主动追男生这个事情想得太苦、太凄惨了呢？好像我有一碗水就往外泼，往外泼，一直泼到我没有，不是这样的嘛。我觉得爱情的意义是什么？爱情的意义就是我要点燃我自己，去照亮我的生命嘛。爱情是本来我是一小把火柴，因为爱你，我可能燃烧变成一大把火把。爱情是可能本来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但爱激发了我的无限潜能和勇气，我敢去追求我的爱情。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接受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为了幸福勇敢追求的这个能力，就是勇气嘛。然后这个勇气谁也不会带走啊，它会跟你一辈子啊，它属于你。就像我带着这个勇气走到20岁，我想喜欢电影，电影是我的一生梦想。然后我就大2，我就辍学了嘛，一个人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做旁听生，然后才能做到我现在职业，一直走到现在。在2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念头，就是爱我都敢主动追，梦想我凭什么不敢追呢？然后当我看到《冰雪奇缘》，我们都看过那个动画片，对不对？史上第一个女公主，她是没有男朋友的，对吧？她妹妹史上第一个公主拒绝了王子。我明白，其实你一个女孩子，你也应该去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选择你去爱什么样的人嘛。然后最后2句话就结束，就是我觉得在我追爱的这条路上，我追到最好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爱情是老天爷给我的奖品，如果有就很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在我的生命里，我是我自己的女主角。谢谢大家。来，如晶，你讲啊。如晶，你有追过别人吗？没有。所以我们还是按社会经验来谈一下。对。这很简单嘛。为什么我们讲不要主动去追？你想一下，刚才帮你讲得很好了。如果你追她，其实女生一开始真的是会害羞的，所以当她想要主动去追一个人的时候，她已经是鼓足了勇气，而且这男的一定是她非常喜欢。一个女生是在非必要时候都不会想要主动去追一个男生，但是主动追一个男生换来的结果却是不好的。吃东西很简单，如果今天超市免费派送一些食物，主动请你吃，你就随便饿的话就吃2口咯。如果是喜欢的食物，你也吃2口咯。如果不喜欢，你也就算了。这就是男生在女生主动追他的时候会有的态度，就是免费送上来，想吃就吃，不想吃就算。但是身为女生的我，是在非必要时候鼓起了勇气，看了《冰雪奇缘》过后，才决定要追的。而你的态度是把我当成超市免费的食物，所以讲主动去追，反而让你这一份你这么想追求的爱贬值了，因为男生对待这份爱的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想要去追，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不要让你这一份爱情贬值。如果你是一道菜，可能你不喜欢这样形容，但是我现在讲着我自己哈。如果我是一道菜，这样就不要主动请别人吃，把自己炒得特别香，让别人觉得你很香的时候，主动来吃你。如果你够香，够吸引人，别人会主动跑来吃你，还要因为你很香，所以他要珍惜你。不要把自己这么想要的一个男生，这么喜欢的一份爱情贬值，让他主动过来会更好。谢谢。吴京说得好，中国人说食色性也，能把这两者完美统一在一起的，除了颜如晶，我还不认识第二个。林天宇。其实如今刚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主动追一个人会让你变得卑微，让你的爱变得很卑微。但是老实说，有句话说得好，他说爱是什么？爱就是滴到尘埃里，然后从尘埃里再开出花来。老实说，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卑微一点又何妨呢？如果我真的这么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我对他的感情这么强烈的话，我就试着放低一点身价，然后去尘埃里面找我那朵花，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最后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在爱情里面比起装傻，更多的情况是什么？是真傻。什么意思？祝英台如果不去追梁山伯的话，梁山伯会知道祝英台喜欢他，他还在每天晚上深夜梦里徘徊，在追问自己的性取向，为什么我会喜欢一个男人？对啊，他连祝英台是女人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去主动追祝英台？所以面对很多智商和情商都不是特别高的男生，女生主动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某些激进分子的鼓噪下，进入一种误区，叫做只要男女平等了，男女就必须一样。我们论证女生顶天立地了，我们就必须枭雄明志。我们要论证，只要女人跟男人一样了，那我们浑身必须长满腿毛。浑身长满腿毛。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不容易。对，你敢穿裙子，你敢化妆，你敢打扮得像范甜甜或者范冰冰，那就是你想刻意取悦男人呐，你背叛女性群体呀！可是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其实一点都没有争取到你的权利，或者说你这样争取到的，长了腿毛、穿了西装、邋里邋遢，跟男人一样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女性更快乐啊，是不是？所以权利。男女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男性和女性都有权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去生活。什么意思？男人是天然的捕猎者，这并不是一种性别歧视，这是一种基因筛选。什么意思？从远古时代，只有比较擅长捕猎的男人才能活下来。没事儿老逮不着猎物那波，现在都已经成为猎物的食物了，对吧？比较擅长设陷阱、摘果子的那波女性，她们的基因才能流传下来，不然的话，她们全都在陷阱里面成为别人的果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基因选择，这是我们男女最适合的生存状态。我们让花儿是花儿，我们让树是树，我们让天空是天空，让每一种生物、每一种植物、每一种动物，这世界的每一种因素，都按它最舒适的方法舒展开来。女生不应该去追求男生，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我们最舒服的状态，何必为了那根本不存在的权利而刻意去呐喊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平权主义者的话，在职场上去跟男人争，在事业上去跟男人争，在社会上去跟男人争，永远不要在两性关系上把它搞成一场战争。谢谢。陈明，对方4位都很狡猾，追有明追，也有暗追嘛，有傻追，也有巧追嘛。对方说的追是那种傻不拉几敞开追，那就没有那种阴阴柔柔的技巧追呀，还是追。所以对方说了半天，说的都是追，太阴险了。
第二件事情，回应一下如今刚才的例子，摆在我们桌上的鼓励多呀，我们没有给过钱，我们每个人天天在喝，我没有为我喝的这一瓶付费，而且他们得给我们钱。对，这一罐鼓励多绝对不因为我没有给过他钱而自我贬值。追这件事情真正的不在于价值的贬值，在于一个机会。你知道我第一次录完这个节目，喝了一罐鼓励多伊利燕麦牛奶之后啊，我真的回去买了一件。为什么？因为他喝了不饿。他如果不免费让我喝一次，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他这么厉害。你当时是开着那辆狂转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吗？不，我是把我在超市买了一件之后，就放到了308S的后备箱里。对，然后当然你后备箱里当然还有那个 M 豆嘛，那是肯定。M 豆和雅哈咖啡啊。对，然后当我把这些吃完喝完，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有范儿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有注意到，今年一开始大家淘得特别嗨，所以马老师中间这4盘没有念，我帮您练一下。对，顺便告诉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很多东西免费的就会贬值，超市傻呀。他知道大家免费就贬值，天天给大家免费试喝、免费试吃啊，一个机会，你只有主动一次、开一次口，在他生命中写下自己的名字，才有那么一个机会让他试一下了解你，没准儿就喝到家里喝一杯子呢，谁知道？好，谢谢。好，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所有观众现在还有机会来做最后的选择。我们也请我们今天双方团长，还有中间一直在练字儿的这个山鸡哥啊，这个来表达观点。谁先说？是康永哥先说吗？好。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惊讶，因为这题目似乎不应该再被辩论啊。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有可以被辩论的地方。百邦尼说，他在追求男生的过程当中，最高兴的就是他追到了一个人，那叫做他自己啊。如果有男生跟我说他追了一辈子女生，最后他只知道他自己，我会哭，就是你太悲惨了，就是你追了50个女生，最后你追到你自己啊！我已经把他抓过来打一顿。就是那个故事在刚刚百邦尼讲的时候非常美好，可是万一拿到追人家的例子里面来，是很可怕的例子，就是不能够只知道自己啊，知道自己太可怜了，这是第一个。然后胡天宇站起来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说，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要滴到尘埃里，最后从尘埃里面开出一朵花来。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这是张爱玲。你知道张爱玲的爱情故事有多悲惨吗？你讲了一个爱情故事非常悲惨的人所说的他对于爱情的见解，要拿来给天下的女生做建议，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啊！为什么女生不适合追男生？女生太专情。刚才我们反方有讲了，说男生是掠取者，我们是猎人型的人，所以男生看这只兔子跑掉了，他赶快转眼看那边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追，有一只鹿可以追的话，追那个鹿，追不了这个鹿，这边有一只野猪可以追野猪。他是猎物型的人，可是女性是什么？女性是养育型的人。女性为什么那么专情？因为女性就知道，我肚里怀了一个孩子，我要专注的把他养好、养大、照顾他，因为他很珍贵。所以女生雌性是被我讲了半天，那个最后那个语句当中落点的时候，对女性好有歧视哦。什么叫女人只能生养、养育、定位？在场的七八们，看七八的怪八们，都听好了，我们不是生活在远古时代。当我们每次谈个话题还谈到男女平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每个社会有这个词汇特别流行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平等，这平等压根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用这个男女平等好像有一个目标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跟男女平等没关系，而且这个话题能抬到桌面上来，因为是我们在21世纪。也不要用远古怎么举例啊，捕猎呀，什么女人的正常生殖啊，这都不具说服力。我觉得现在就是当面对一个爱情来到我眼前的时候，机会的时候，女性有她自己表达的方式。从古至今，咱们看过多少啊？七仙女，她追的董永啊，对吧？白娘子追的那谁呀？许仙呐，看的你们还少吗？对吧？西方那个童话谁写的？是老爷们儿写的呀。因为老爷们在这种追求征服女孩，能找一种存在感。我觉得面对爱情这个方面，因为我个人经历来讲，我跟甜甜有点像，我是那种飞蛾扑火的是。而且每次我追求表达的时候，我清醒了以后，我说哦，这个男人，当我没有表达的时候，貌似他是我的菜，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当我表白了以后，人对你不感冒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我这方面一点不具吸引力，对他。
那我知道了，我再找一个下一个目标。我这个性感是冲给谁的？因为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性感，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胸小小的，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腿上长点汗毛的女孩，有的人就是怎么着了呀？说我一定要找到我那个。现在的女孩子太应该去主动去追了，千万别放弃在你眼前走过那个爱情。现在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好了，谢谢。我觉得听他们两个辩论，真是游走在这个感性和理性之间。你本来看到一个人庖丁解牛，把一个牛整个大卸8块全都摆在这儿了，突然之间金姐一说话，你发现这个牛原地满血复活，而且冲出去了。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最后的机会到了，我们要听听男神，经过我们这么多辩论之后，你听懂了多少？这不用站起来啊，站起来可以，怕你动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呢，其实今天觉得男追女，女追男是现在2015年是平等的，啊，本来，但是我刚才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总结是讲一个东西 ，love， 爱。那爱是男追女，女追男，有所谓吗？有所谓吗？多美呀！还有你刚才你的情绪是非常好，讲完之后就带上哭那个不是装了，我知道我。因为你们刚才打，你是说快板？因为那边说很多的太快，有一些，但是完全听不懂。但是有一些牛偶尔跟老虎吃一下牛肉。老虎偶尔跟牛吃些草，等等，那就一辈子个啦。我觉得小春哥最后的这个比喻还是很生动的，就是不管男人是牛还是老虎，或者女人是老虎还是牛，反正有的时候老虎跟牛一块去吃点草，有时候牛跟老虎去吃点肉。然后一吃来吃去，他们就在一起了。最后他们生了一匹马，然后反正他们也蛮乱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幸福的在一起了，是吧？好的啊，让我们最终凝固在这里看结果，反方胜出。请让我说完。